关节不对话，骨质不疏松，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本好书，哪一本好书呢？就是这一本《慢养功能肌力》。那这一本呢，它是新出版的好书，它是结合医学、营养还有运动专业，专门是给50岁以上的熟龄朋友们的增肌指南。那一天练一点呢，可以储备未来的行动力。那这一本书的作者呢，一共有4位共同著作的作者，分别是第一位是双和医院的副院长刘灿宏医师，那另外就是畅销书《慢老》的作者黄慧如记者，以及北医的代谢与肥胖研究所的黄慧宇教授，还有资深的运动教练李杰。那集合了这么多专家就来讲肌少症这件事情，可见肌少症是一个需要跨团队、跨专业人士来介入一个严重的疾病。其实呢，各位距离肌少症比你想象的还要近哦。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可能你的肌力开始丧失，走路越来越慢，最后可能就需要长照，需要人家照顾。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肌少症所引起的。那肌少症呢，最后不但是肌肉减少，而且可能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例如说是忧郁症啊、失智症啊、心脏病啊、呼吸不顺啊，或者是咀嚼吞咽困难，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美食啊，甚至呢最后没有办法好好的吞咽，会引起呛咳，引起吸入性肺炎。那肌肉不足当然也有可能会跌倒，会骨折，最后就会造成失能，甚至卧病在床哦。那这一本书呢，是最近讲解肌少症，我觉得是一本很棒而且很完整的一本书，而且写得也非常流畅，非常适合一般民众来阅读。它里面呢，一开始它就有讲一些关于肌少症大家的迷思，例如说，第一个，比较胖的人肉比较多，就比较不会肌少症吗？答案是错误的哦。如果你是肥胖，然后肌肉又少的话，你就是肌少型肥胖，或者是肥胖型肌少症。那这个比单纯的肌少症或单纯的肥胖又更危险哦。不但是心脏病啊、糖尿病的这些慢性病的机会增加，那死亡率也会大大的提升。所以你要注意的不只是你的体重，还有你的体脂率，还有你的肌肉骨骼肌的比率有没有减少。脂肪一定要慢慢的减少，骨骼肌当然需要慢慢的增加。好，那第二个呢，他讲的迷思就是说，老人走路越来越慢是正常的吗？答案当然不是哦。走路越来越慢，就可能是肌少症的一个警讯。如果你本来看你家里面的长辈，他都可以在红绿灯的时候可以走过去马路，那现在呢，竟然一次绿灯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走到马路的对面，那这个也要小心，也是肌少症的警讯。那书上还有提到说呢，住院的话，是不是一定要静养，尽量不要下床活动，才会恢复比较快？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迷思。其实，在可以下床活动的时候，应该要尽可能可以下床活动，而不是静养。静养只会让肌肉流失，静养只会让体力流失哦。那里面书上另外还有提到说，50岁以上尽量要粗茶淡饭，以粗食为主，少吃肉，是正确的吗？答案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你会蛋白质摄取不足哦。那书中最后也有讲一些怎么样摄取足够蛋白质的方法，欢迎各位可以参阅。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迷思就是说，我都已经几岁了，现在练肌肉还来得及吗？那应该是年轻人在练的吧？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根据科学研究显示，无论你是几岁，你训练肌肉、做阻力训练、做肌肉训练，都可以有相等的获益，就是都会有好处的意思。所以不管你是30岁，不管你是50岁，不管你是70岁，应该都要从事一些肌力的训练。好，那怎么练呢？就是这本书的书名要讲的最重要的概念。肌肉不是越大越好，不是像你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健美先生肌肉线条练得很漂亮才叫做健康。我们要练肌力呢，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的行动力更好，为了要让我们日常生活的功能更好，所以我们要练的是功能肌力。那功能肌力才能救命，
功能肌力才是生活的能力。什么叫做功能的肌力呢？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只有拿哑铃一直练这个二头肌、二头弯举，事实上这个不叫做功能肌力，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用到这个二头弯举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如果你练的是深蹲，那这个就是一个功能性训练哦。怎么说呢？各位如果从椅子上站起来所用到的肌肉的力量，用到臀部的肌肉，用到大腿的肌肉的力量，是跟你做深蹲的时候训练到的肌群是一致的。所以你如果会深蹲，就代表说你年纪大了以后，你还可以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那这个你就比较不会需要长照，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这个就叫做功能性的训练。所以我们要训练呢，不只是在健身房把肌肉练大，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要更进步为目标。好，那当然书中有详细的提到说要怎么样进行功能性训练啊，包括说阻力训练啊、柔软度训练啊，还有耐力有氧训练啊、平衡的训练等等。有兴趣的话，欢迎买这本书回去参考。那最后书里面还有一大篇的篇幅在讲解蛋白质的补充。过往呢，我们年纪大的人呢，通常都是蛋白质摄取不足，以至于造成肌肉合成不足，所以肌力就流失得非常快。那现在的观念呢，我们知道说，每天大概要补充蛋白质是每公斤体重 1.2 克左右。那如果你是有生病的时候呢，更需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可以补充到每公斤体重 1.5 克的蛋白质。有兴趣欢迎参考书中详细的内容，里面也有讲说三高的人要怎么样补充蛋白质啊，肾功能不好的人要怎么样补充蛋白质啊，欢迎参考。好，这个就是我对于这本书的介绍跟解读。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留言、按赞、分享、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直接去买这一本《慢养功能肌力》来阅读哦。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此结束了。我是谷歌戴拉维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